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度硬核却绝对攸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议题。想象一下，我目前正身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乌克兰的战火依然在欧洲大陆上延烧，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这对我们身处亚洲的观察者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信号。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意味着欧洲过去75年来习为常的和平保护伞正在缓缓收起了。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性的时刻，欧洲国家面临的一个极度艰难的抉择：他们到底该不该建立一支统一的欧洲军队？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编制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国家主权的核心、跨大西洋联盟的信任以及数亿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今天就来深度拆解这场攸关世界未来的欧洲防务大变混。为了把这个复杂的议题理清楚，今天的讨论会分成6个核心板块：第一，欧洲的防御困境；第二，统一军队的逻辑；第三，主权的现实考验；第四，美国与北约的角色；第五，指挥与后勤梦魇；最后，我们探讨务实的未来道路。第一部分，欧洲的防御困境。重点来了，我们必须先理解欧洲现在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麻烦。其实，现代的威胁早已不再尊重传统的国界了。过去我们习惯用地图上的线条来区分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但现代战争的形态已经彻底改变。辩论中有一句话非常精准地击中要害：现代战争根本不需要护照。你可以回想一下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案例，当骇客对一个国家的电网发动网络攻击，或者当敌对势力利用天然气供应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勒索时，这些攻击根本不会在海关停下来接受检查。这些非传统的攻击手段会把欧洲所有的国家当作一个单一完整的目标来打击。既然敌人已经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欧洲如果还坚持用分裂的方式来应对，那在逻辑上绝对是行不通的，对吧？现在的欧洲正面临着21世纪的高科技与混种威胁，但他们却依然在使用20世纪留下来的旧防御架构。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严重错位，让整个欧洲大陆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我们来看看这个惊人的现实。欧洲目前总共有27个各自独立的国家武装力量。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当一个巨大且统一的威胁逼近欧洲大陆时，居然有27个不同的国家指挥中心，27套不同的决策流程，试图对同一个危机做出反应。这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弹性啊，这是一场集体失败的灾难配方啊！当乌克兰的战火证明了现代常规战争依然可能在欧洲大陆爆发时，欧洲这种碎片化的防卫体系只会带来重复建设、反应迟缓以及对外部势力的极度依赖。第二部分，统一军队的逻辑。我们继续聊下去。既然碎片化带来了这么多问题，那么建立一支统一的欧洲军队，在逻辑上就显得非常有说服力。军事整合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指挥混乱的问题，它更是为了解决欧洲长期以来在国防资源上的严重浪费。根据权威数据显示，欧洲每年其实缴纳了高达500亿欧元的主权税。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欧洲国家每年在国防上的总花费将近4000亿欧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俄罗斯。但是因为这笔钱被分散在27个国家手中，各自研发、各自采购、各自建立后勤系统，导致欧洲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500亿欧元就是因为系统重叠和纯粹的效率低下而白白烧掉的资金。这笔庞大的钱如果集中起来，完全足够用来建立无死角覆盖全欧洲的飞弹防御网，现在却用来维持各国各自为政的面子。如果我们把欧洲的现况拿来和美国做个对比，这种无效率会变得更加明显。在主战坦克这个陆战关键装备上，整个欧洲目前同时操作着超过12种不同型号的主战坦克。每种坦克都需要自己专属的零件、专属的维修技术，甚至专属口径的弹药。相比之下，美国的陆军几乎只依赖单一的核心平台。拥有12种坦克代表什么？代表你需要培训12种不同的专业维修技师，代表在战场上 A 国的坦克部队无法直接使用 B 国部队的补给弹药。如果爆发大规模冲突，欧洲的后勤补给线将会是一场噩梦。因为极端复杂的后勤作业会大幅拖慢部队的反应时间，这在实战中是绝对致命的弱点。不过支持整合的人也指出，
统一军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成功的案例，例如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目前已经有将近20个国家加入，他们正在共同建立一个整合的防空与飞弹防御系统。另外，欧盟各国的海军在亚丁湾等海域打击海盗的联合行动中，也展现了极高的合作效率。这证明了国家之间的信任是可以建立的，只要威胁够大，利益够一致。既然各国可以信任彼此来共同保卫头顶上的天空和周边的海洋，那么在逻辑上，他们当然也可以整合地面部队。第3部分，主权的现实考验。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前面我们谈了许多整合的美好逻辑，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反对建立统一军队的阵营提出了国家主权这个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军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仅是防御工具，它更是国家尊严的终极象征。要求主权国家交出军队，其实就是要求他们交出国家生存的最终决定权。我们先来看看欧洲各国对国防的真实承诺到底有多脆弱。以比利时为例，这个国家非常富裕，但他们每年投入在国防上的预算居然只占了国内生产毛额大约1%。更夸张的是，在这1%的预算里面，有高达60%是用来支付军人的退休金和薪水。这表示他们真正用于购买武器和提升战备的资金微乎其微。当许多国家的国防预算只是一个拿来凑数的笑话时，你怎么能期望这些国家拼凑出一支有战斗力的欧洲联军呢？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核心的灵魂拷问：27个国家真的能共用一个开火的班机吗？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极端的情境：一位母亲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位听不懂自己语言的外国将军指挥下，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去送死？这在政治上是极度不受欢迎。如果欧盟强行推动这种剥夺国家兵权的整合，这将会成为极右翼极端分子最完美的政治燃料。他们会告诉选民，布鲁塞尔的官僚不仅控制了经济，现在连你们孩子的生命都要夺走。这种强迫性的整合很可能会从内部直接撕裂欧洲。第4部分，美国与北约的角色。谈完了欧洲内部的矛盾，我们必须把视角拉高，来看看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美国与北约的角色是欧洲防务的基础。现实数据告诉我们，目前依然有高达84000名美军驻扎在欧洲。美国提供了欧洲防卫所急需的关键技术，包含强大的指挥通讯网络、战略空运能力以及飞弹防御系统。没有这些来自美国的深层支援，欧洲的防御网根本不完整。这代表欧洲在现阶段根本离不开美国。如果欧洲在此时急切地推动建立自己的军队，美国很可能会把这视为一种政治上的疏离。在欧洲真正具备独立防卫能力之前，惹恼自己最大的安全保护者，这不是战略自主，这叫做战略裸奔。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更深层的趋势。根据美国最新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已经将欧洲标记为次要战区。无论美国的执政党如何轮替，华盛顿将战略资源与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的大方向，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结构性改变。美国已经多次要求欧洲国家必须自己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这代表欧洲不能永远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这迫使欧洲迟早必须学会自己站立。第5部分，指挥与后倾梦魇。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如果欧洲真的下定决心要自己站立，建立统一军队，在实务上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进入下一个深水区。指挥系统的瘫痪危机。在指挥体系上，支持者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化的指挥中心，来快速应对危机。但反对者立刻指出了国家否决权的死穴。以德国为例，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明确规定，任何德国军队的海外部署都必须经过德国国会的同意。这意味着，如果在危机爆发时，布鲁塞尔下令欧洲军队出击，德国政府依然拥有一票否决权来阻止自己的部队参战。法国、波兰等国家也绝对会坚持保留这种否决权。只要有一个国家因为政治考量按下否决键，整支欧洲军队的部署就会陷入瘫痪。这种充满无尽政治摩擦的军队，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根本毫无用武之地。就算解决了指挥问题，后勤的噩梦才刚开始。欧洲各国军队说的不同的语言，这在战场沟通上是致命的。
更糟的是，他们拥有完全不相容的供应链。如果我们为了追求效率，把这些分散的系统强行整合成一个单一的供应链，这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制造风险。举例来说，如果未来欧洲的战斗机全部集中在德国的某几个工厂生产，那么敌人根本不需要击败军队，他们只需要破坏那几个关键工厂，就能让整个欧洲的空中防御彻底停摆。所以其实分散虽然浪费钱，但它同时也分散了风险啊。第六部分，乌鲁斯的未来道路。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我们听到了支持者对效率的渴望，也看到了反对者对现实的担忧。那么欧洲到底该何去何从？这场辩论最终指向了一条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就像资深外交官在辩论中提到的，在学会跑步之前，请先学会走路。与其去追逐一个名为欧洲统一军队的政治独角兽，不如先做那些真正能产生效果的事情。欧洲国家应该专注于在现有的北约框架内整合彼此的武器平台，减少型号的重复，并且实实在在地提高国防预算。这不需要修改各国宪法，也不会引发强烈的民粹反弹，这是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具体的做法应该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渐进式整合。首先，继续扩大空军与防空系统的整合，因为捍卫领空最容易取得共识。第二步，加深海军的合作，因为海军原本具有高度共享的国际海事法规。最后一步，才是去碰触最具争议、历史包袱最沉重的陆军地面部队整合。为什么陆军最困难？因为这牵涉到国界的实体防御，以及欧洲各国彼此之间几百年来的入侵历史。要让法国部队完全信任德国指挥官的调度，心理障碍极大。透过这种务实的步骤，先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欧洲可以在不撕裂内部的状况下，逐步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共同防卫力量。这一切最终引导我们回到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欧洲是否能在美国这把保护伞完全收起之前，成功整合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防御盾牌？这不仅仅是欧洲政客们的功课，这关系到未来数十年的全球权力平衡。世界正在快速改变，留给欧洲犹豫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总结下今天的重点：欧洲防务面临严重的碎片化危机。建立统一军队虽然能解决资源重叠与500亿欧元的资金浪费，但现实中各国主权的坚持、宪法否决权的障碍，以及对美军系统的依赖，让联邦化军队的构想窒碍难行。因此，在北约框架下，先推动渐进式的海空军整合，才是最务实的解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